这一路过来，凶险的事情遇到了不少，这几个伙计非常厉害，我对他们非常信任了，所以潘子一说这话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大个子阿奎也朝我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你就坐后边，什么动静都别抬头看。我不由得苦笑，我凭什么抬头啊？你一个阿奎一拳就能把一头牛给打懵，潘子就不用说了，退伍老兵一身的伤疤，俺们三叔从小呢就是打架不要命的角色，还有那个闷声不吭的拖油瓶，怎么也不像是个善类。而我自古书生最无用，三叔硬塞给我的军刀，我都觉得手感太重，怎么用都怎么别扭。正想着我该带个什么东西来防身，驴蛋蛋扑通扑通地游了回来。老头子把烟枪往裤管上一拍，走，船来了。果然2只平板船一前一后从山后驶了出来，前面那船上站着个中年人，一边撑船一边对我们吆喝着。这船还真不小，看样子装上我们几个再加上装备，那是绰绰有余。老头子说，各位行李就不用拿下来了，我把牛和车一起拉上第2只船，我们就坐在第1只船里，省点力气。潘子一笑说，这些东西见不得水，还是随身带着好，等一下那牛跳到水里去了，那我们不歇菜了。老头子点着头说，你说的也是个理，不过这头牛啊也不是水牛，绝对不会跳河里去的，要是跳下去，我老汉帮你们都捞上来，一件也少不了你们的。说着就牵着牛先到了渡头上去，我们几个也各自背着自己的随身行李跟在后面。那中年人撑船很是麻利，几下子就到岸了。在老头子赶牛上第2只船的时候，我打量了一下那个中年人，皮肤黝黑黝黑的，极其普通，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，总觉得这人看上去鬼鬼的。又想起三叔说吃死人肉的事情，突然觉得那人越看越恐怖。等一下各位到那洞里的时候，千万小声说话，不要惊动河神。那人说道，特别是不要说河神的坏话。我三叔问他大概多少时间能过那个洞，他说如果快的话5分钟就过去，里边水是很急的。三叔又问他那怎么还有慢的时候，他又回答说这水有时候是逆流的，你们看我刚才是顺流出来，现在我们肯定得逆流进去，那个时间就长了，估计要个15分钟，有几个弯还挺险的。三叔接着问说里面亮吗？那人嘿嘿一笑说黑灯瞎火的，怎么可能会亮呢？可以说是漆黑一片。不过他又指了指耳朵说，我撑了10几年的船，这几高子用耳朵就行了。潘子扬了扬他手里的矿灯，问那我们打个手电行不行？总不碍的吧？那人说不妨事，但千万别照水里，吓死你们。三叔一笑说怎么有水鬼吗？他说水鬼算个啥，这水里的东西我也不敢说是什么，你们要是胆子特大，待会儿自己看一眼，记得看一眼就得了。你们要是运气好，就能看到一团黑水，要是运气不好，看到的东西能把你们吓疯过去。说着我们就已经能看到那个洞了，这洞藏在山壁的背后，我们在岸上的时候一直看不到，总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洞，但是实际一看，不由叫了一声不好，没想到这洞这么小，小到刚好比这个船大了10个公分。最恐怖的是它的高度，人坐着都进不去，要低下身子才能勉强的通过。这么大的空间，如果里面有人要暗算我们根本活动不开手脚。潘子怪叫了一声说靠，这洞也太寒碜点了吧。后面的老头子说道，这里还算大的，
里面有一段呐，还要低呢。三叔看了一眼潘子，潘子造作一笑，说：“哈，这么小的洞，要是里边有人打劫我们，不是想逃都逃不掉了。”这话一说，我看到撑船的中年人做了一个很不明显的手势，老头子脸色一变，我心说果然有问题。这时候我们就听到了呼的一阵，船已经进洞了。潘子打开了矿灯，这洞刚进去的一段还是光亮的，但是很快所有的光线都只剩下矿灯了。阿奎说：“三爷，这洞不简单呐，这是盗洞啊，水盗洞，古元晋方，你看这些痕迹，这洞有年头了，看样子这洞里应该另有乾坤。”哦，这位看样子有些来头，说得不错呀。那个中年人猫着腰，单膝跪在船头，单手撑镐，一点一划。但是很奇怪，他的镐根本不沾水，他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喘。接着说道：“听说呀，这整座山呐，就是座古墓，这附近这样大小的水盗洞还真不少。这个最大最深，你也看见了，恐怕那个时候水还没有这么高，那个时候还应该是个旱洞。”哦，看样子你也是个行家呀。三叔客气地递了一支烟过去，他摇摇头说：“什么行家，我也是听以前来这里的那些人说的，听得多了也就能说上两句，也就知道点儿深浅的。您呐，可千万别说我是一个行家。”潘子和大奎的手都按在自己的刀上，一边和那个人说笑，气氛看上去十分的融洽。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有多紧张。我心说，我们有5个人，他们只有2个，要是真的动起手来，也不见得会输。但是他们既然敢动手，那肯定是有什么周全的准备在。正想着，忽然那闷油瓶一摆手，说：“嘘，听，有人说话。”我们马上屏住气息，果然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从洞的深处传了出来。我想仔细分辨他们在说什么，可总觉得能听懂又听不懂。听了一会儿，我回头想问那中年船工，这洞里是不是经常会有这个声音，竟然发现他人已经不在了。再一回头，靠，那老头子也不在了。三叔急得直大叫：“潘子，他们到哪儿去了？”潘子也一慌，说不知道，连跳水的声音都没有听到。刚才一听到声音，人突然就走神了。三叔懊恼起来，说：“糟了，我们身上没有湿气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潘子，你在越南打过仗，你有没有吃过死人？”潘子说：“开玩笑啊，三爷，我那时候天天在炊事班刷盘子。”潘子一指大奎，说：“胖奎，你不是说你家里老早是卖人肉包子的吗？你小时候肯定吃过不少。”“放屁，我乱盖的。再说这人肉包子也是卖给别人吃的，你见谁卖人肉包子自己拼命吃的？”我急忙打了个暂停的手势。你们3个人加起来150多岁了，丢不丢人呐？我的话刚说完，船就突然抖动了一下。潘子拿起矿灯往水里一照，我们借着灯光看到那水里的一个巨大的影子游了过去。胖奎吓得脸都白了，指着水里，下巴嘎巴了半天，愣没说出一句话来。三叔怕他背过气去，猛地就扇了他一巴掌，骂道：“没出息，搁的啥呢？人家2个小鬼都没吭声，你他妈的跟了这么多年，吃屎去了！”我的娘啊，三爷，这东西也太大了，咱们几个恐怕还不够开饭的呀。胖奎心有余悸地看着水里，他本来是坐在船舷上，那屁股现在已经挪到了船中央来了，好像怕水里有什么东西突然窜出来把他给叼去。我呸！三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
我们这里要家伙有家伙，要人有人。我吴家老三淘了这么久的沙子，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？你没事少在这给我放屁。潘子也吓得够呛，不过对于他来说，与其说是恐惧，更不如说是震撼。在这么一个狭窄的空间，水里掠过一个这么巨大的东西，一时间所有人脑子里都抽了筋。这也不奇怪，潘子看了看四周，说：三爷，这洞里古古怪怪的，我心里瘆得慌。什么事情？咱们出去再说如何？胖奎马上表示同意。其实我心里也巴不得出去，但我到底是三叔的本家，怎么着也得等他表了态再发言。三叔这个时候竟然望向那个闷油瓶，好像在征求他的意见。以三叔的个性，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，如今却好像对这个小子非常的忌讳。我不由得奇怪，转过头去想看他怎么表态，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在听我们说话，而且本来木然的像石雕一样的表情不见了，两只眼睛直盯着水里，好像在聚精会神地找什么东西。我想问问三叔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现在这场合也不太合适，只好偷偷地问潘子。潘子只是摇头说不知道，只知道这人有两下子。他特别用下巴指了指那人的手指，说：你看，这手要多少年才能练成这样啊？之前我还真没注意过那人的手，这一看发现还真不寻常。他的手中指和食指特别长，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古时候发丘中郎将的双指探洞的功夫。我在我爷爷笔记上看到过相关的记载，那发丘中郎将里的高手，这一双手指就稳如泰山，力量极大，可以轻易破解古墓中的细小机关。而要练成这么一手的绝活，那非得从小练起不可，其过程必然是苦不堪言的。我还在那儿想着，到底他这手有什么能耐，就见他抬起右手，闪电般的插进水里，那动作快的几乎就是白光一闪，他的手就已经回来了，两个齐长的手指上还夹着一个黑乎乎的虫子。他把这虫子往甲板上一扔，说刚才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低头一看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说这不是龙狮吗？怎么刚才那么大一团？这么说，刚才那一大团的影子是大量的水狮子游了过去。那人用他的衣服擦了擦手，说是的。虽然还不是很相信，但我们已经松了口气。胖奎忽然一脚把那虫子给踩死，妈的，吓老子半死。但是我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龙狮同时活动呢？而且这个水狮的个头也太大了。那闷油瓶好像不是很释怀的样子，看样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胖奎还在用脚踩那只虫的尸体，已经稀烂了，估计是想挽回点刚才失态的面子。三叔捡起一只断脚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骇然说道：这不是龙狮，这是尸鳖。我们一听都觉得不妙，这名字听上去就不吉利。我姥姥的，这东西是吃腐肉的，有死物的地方就特别多，吃得好就长得大。看样子这上游肯定是块基湿地，而且还是了不得的大。三叔看着那黑漆漆的洞，大奎怯怯地问：这东西要活人不？如果是正常大小的话，那肯定是不咬人的。但是你看这只的个头，它咬不咬人，我还真不能确定。三叔纳闷地看着，这东西一般都待在死人特别多的地方，不会经常游来游去，怎么现在这么一大群的迁徙呢？闷油瓶忽然把头转向洞穴的深处，说：
我看他们刚才是在逃命。啥？逃命？胖奎一个机灵。那这洞里头？闷油瓶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们过来，而且块头不小啊。”